嘿，大家好，我是 A 什麼？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件我覺得應該是會成為那些多 combo 英雄的一件新裝備新選擇。對，那其實又是哪一件？就是我們這個禮拜說了很多次，展示了很多次的英雄 Haru Estia 的衣服，對，就是這個玩家所用的一件衣服啊。對了，我相信這個衣服會成為這個新版本的一件新選擇吧。那為什麼這麼說？因為你可以看到，它只要把它打滿那個能量槽之後，就可以增加你英雄的攻擊力。對，就是這麼簡單且暴力。而且你剛才也看到，它那個能量槽那個儲存那個速度非常之快，基本上打幾下它就直接回滿了。對，那我算了一下，就打10 combo， 那它這個衣服就會直接回滿，然後你的英雄攻擊力就會得到一個顯著的提升。那我說了那麼多，其實我相信大家也猜到了這件衣服最適合哪一類的英雄？對，那就是我們的常用的空中 combo 英雄死魂大師跟這個黑毛。对，那因為死魂大師的話，它只要那個低然後重低，那個衣服的能量就會直接傳到，因為那個重低所打出來的 combo 不知道為什麼非常之多。那而且這個衣服也是以這個 combo 來計算的嘛。對，所以的話，死魂大師基本上打1輪的空中 combo， 然後後面那個2輪的空中 combo 就會直接提升那個攻擊力。那黑馬的話，用這件衣服就比這死魂大師來的順色一點吧，就是他起碼要打2輪左右，那個攻擊力才會有一個提升的效果。因為黑毛的 combo 是比較少一點嘛。那但是對於我這種黑毛 combo 的玩家來說，其實也已經很足夠了，因為只要有這個攻擊力提升的效果，其實已經不錯了。對，這邊的話，我們來到這個比賽裡面看一下這個衣服怎麼用於這個實戰裡面吧。那我現在其實大家不用看也知道那個實戰是怎麼使用這件衣服只要把這件衣服穿在平時你所使用的空中 combo 英雄身上那就行了。那但是要注意一點的是，其實那個影響对於死魂大師那個影響會比較大一點。怎麼說？因為現在很多的死魂大師玩家都會把這個鹿頭或者是那個王牌密探頭盔裝在這個死魂大師身上嘛，那就代表說，如果你用了這件 Haru Estia 的衣服的話，你的頭盔就會讓一個位置出來給你的角色裝這個精靈頭盔。那我之前說過，所有英雄如果你要安全的使用的話，你必須裝這個術士衣或者是那個精靈頭盔作為這個保險的用途。那就意味着你的死魂大師就沒有這個空中的位移能力了，因為你不能裝密探頭盔跟這個鹿頭了嘛。而且你不能裝這個火槍喬治的那個頭盔，就是那個增加視野範圍那個頭盔。那這個頭盔其實是可以增加攻擊力的，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話，那就意味着其實如果當你使用這個 Haru Estia 衣服的時候，你就必須犧牲攻擊增加或者是空中位移的這個功能。當然你可以說我直接不用這個精靈頭，不用術士衣，把所有的東西都奉獻給這個攻擊力，其實也不是不行，但是那個風險你要自己衡量。因為其實如果你有看我打這一場的話，沒有剛才我說2件裝備的英雄通常被抓到都沒有好下場。對，那這個就是我覺得黑毛跟這個死魂大師的一個區別。雖然死魂大師更容易觸發這個衣服這個增加攻擊力的這個功能，那所以黑毛是比較難觸發這個衣服的那個增加攻擊力的那個被動那但是因為黑毛的空中靈活性足夠的關係，它裝備上面的選擇會比這個死魂大師來得高。對，那個就是各有各好處吧，就是這個衣服對於2隻英雄這個選擇。那說的話，我還是會選擇這個黑毛 combo， 因為我的黑毛成功率也是比較高一點嘛，所以的話，儘管比較難觸發，還是能觸發到的。所以的話，黑毛 combo 也是我的首選OK， 我們來到這個比賽的第3回，這次我們的對手又是打這個神行者。那其實神行者的英雄就算改動了之後，因為昨天說過嘛，其實他的改動對這個英雄影響其實不是特別的大，所以我相信他也是會繼續在下一個版本成為我們的印尼服的其中一個大的 meta 之一。OK， 這邊的話，我們的操手玩直接用這個冰頭盔把敵人抓住，然後給他一套泰拳 combo。那但是那個輸出好像不太足夠OK， 這邊直接用 SD 把他抓住。那這邊呢是一個致命性的補抓，因為對面那隻英雄沒有裝術士衣，所以抓的話直接給他用兵3槍就可以結束這個回合了。